大家好，欢迎来到学识 Plus。今天我要给大家介绍由精神科医生和田秀树先生所著的《60岁之后只做这些事》这本书。今天视频的内容包括以下2个部分：第一，60岁后必须了解的，消除晚年金钱焦虑的真相；第二，60岁以后一定要做的这些事。首先是第一部分，60岁后必须了解的，消除晚年金钱焦虑的真相。大多数人会在60岁左右退休，结束长达数十年的职场生活，正式开启人生的下半场。很多人对60岁有一种消极、恐惧的印象，觉得这意味着衰老、健康下滑、孤独和金钱危机。但作者却提出了完全相反的观点：60岁之后，反而是一个可以自由自在、不必再压抑自己的幸福时期。他认为，影响一个人晚年幸福感的最关键因素不是金钱本身，而是心态。积极看待60岁，把它视作人生的奖励阶段，反而更容易感受到满足和快乐。当然，到了60岁，生活中确实会遇到一些新的课题，尤其是男性，工作关系减少，容易感到孤独。但如果能调整心态，不再受传统观念束缚，晚年完全可以过得幸福自在。而且，作者根据自己的临床经验发现，那些悲观、压抑、固守旧习惯的人，衰老速度普遍更快。反之，心态开放、乐观积极的人，不仅身体状况好，生活也更充实。所以，60岁以后最重要的事之一，就是学会放下焦虑，拥抱自由。可能很多人担心，退休后没有了稳定收入，生活会变得捉襟见肘。但事实上，超过75岁以后，人们的开销会明显减少。为什么呢？因为人的欲望和激情会随着年龄慢慢减弱。曾经想去环球旅行，住豪华酒店，吃遍天下美食，但等年纪大了，体力、精力下降，就会发现，其实不去也没关系，经历过几次也就足够了。胃口也会慢慢变小，逛街、旅游、外出聚会的机会变少，衣服鞋子不用常换，化妆品用的也少，很多曾经在意的事物，慢慢变得可有可无。所以，不用被媒体上的老年生活要准备多少钱吓到。每个人的生活方式和储蓄状况不同，最重要的是根据自己实际情况，提前做好简单明了的财务规划，计算清楚自己退休后的收入来源，比如养老金、退休金，设置好每月的支出上限，把账算明白，很多焦虑自然就消散了。不少人年纪大了反而舍不得花钱，一直攒着，总觉得以后会用到，结果到最后身体不行了，头脑迟钝了，想用也用不成了。金钱的真正价值在于使用。60岁之后，聪明的花钱才是人生最大的享受。去旅行、吃美食、参加喜欢的活动、体验新鲜事物，都是在为人生积攒美好的回忆。作者说，他经常在医院里听到高龄患者在临终前说，早知道就多花点钱，多去看看世界就好了。到那个时候，钱再多也没用了，唯一能陪伴自己的是曾经的回忆。所以，60岁以后，千万别等，在身体和头脑还灵光、还能自由行动的时候，去完成那些想做的事。很多人年纪大了，反而不知道自己喜欢什么、想做什么。作者建议，趁现在列一份清单，把曾经想做却没做的事、想去的地方、想尝试的爱好、想见的人、想体验的美食，一条条写出来。没有一种正确的花钱方式，重要的是找到最适合自己、让自己心动的事，慢慢去实现清单上的愿望。不仅享受了生活，也在为晚年积累美好的记忆。接下来是第二部分，60岁以后一定要做的这些事。首先要介绍的第一件事是，60岁以后，不要害怕认知症。在这个寿命越来越长的社会，很多人都会担心自己未来会不会患上认知症。但其实，随着年龄的增长，我们的大脑本来就会慢慢退化。换句话说，
认知症其实就是老化过程中的一种表现。数据显示，到了70多岁，大约有10%的人会患上认知症。85岁以后，几乎每个人的大脑都会出现阿尔兹海默型认知症的变化。不过，有趣的是，虽然脑部变化类似，但每个人症状出现的时间和发展速度却有很大不同。有人早早出现症状，有人却几乎没有明显表现。其中一个关键原因，就是是否经常动脑。这里的动脑，不是只做简单的脑力训练题，而是指刺激我们大脑最前面的前额叶。而刺激前额叶最有效的方式，就是去体验与昨天不同的今天。什么意思呢？就是尝试意想不到的事物，走以前没走过的路，吃没吃过的菜，去曾经没去过的地方，认识不一样的人。这种不断的新鲜体验，能让我们的前额叶保持活跃，有助于延缓认知症的发展。比如说，别每天都去同一家便利店吃同样的便当，偶尔换换路线，试试新餐厅，挑战没做过的菜式，甚至去体验一下附近的公共浴场，或者参加以前没兴趣过的活动，认识新朋友，和不同年龄的人聊聊天，都会让大脑受到良性刺激。更令人意外的是，书里提到，随着认知症的加深，患者的幸福感反而会增加。听起来好像有点不可思议，但其实，认知症是一种缓慢发展的疾病。很多人以为，一旦发病，生活就全毁了。但事实上，在发病后的5年内，虽然记忆力可能会变差，智力和生活能力通常不会有太大问题，依然可以过上愉快的生活。而且，认知症患者随着病情发展，内心反而会变得平静，很多不愉快的记忆会逐渐被遗忘，整个人变得容易满足，笑容更多。很多重度认知症患者在老人设施里唱歌、做游戏、聊天，脸上的表情是很幸福的。所以，大家真的没必要过度害怕认知症，要接纳它是老化的一部分，顺其自然，积极面对。当然，平时多锻炼大脑，多刺激前额叶，延缓认知症发生是很重要的，但也不必因担心它而给自己太大压力。我们能做的，就是好好把握当下，尽量保持生活的新鲜感，这样，即便将来真的患上认知症，也能平静接纳，继续享受属于自己的幸福人生。接下来要介绍的第2件事是，不要盲从医生的建议，而是养成自己管理健康的习惯。很多人习惯了凡事听医生的话，医生开了什么药，就毫不犹豫地照单全收。但其实，最了解自己身体状况的，永远是自己。作者提醒大家，从60岁开始，更应该主动倾听自己身体的声音，学着自己做健康管理。刚开始或许会觉得有些困难，但慢慢习惯之后，每天早上睁开眼那一刻，您就能立刻察觉今天的身体状态，头脑是否清醒，身体有没有沉重感，哪里隐隐作痛，有没有胃口，睡眠如何，排便是否顺畅。每天关注这些细微的身体变化，就是一份极好的自我健康检查。其实，在上班的时候，很多人都在忙碌中度过一天，疲惫成了常态，反倒忽略了身体的各种信号。退休之后，有了时间，才会发现自己好像总是容易疲劳，恢复慢。但这并不是什么异常现象，而是自然的衰老过程。随着年龄增长，身体分解、排出疲劳物质乳酸的速度变慢，恢复时间延长是再正常不过的事。最好的应对方式就是保证充足营养，适度进行运动和规律作息。不过，如果疲劳感长期挥之不去，也许要注意自己是否在服用降血压、降血糖、降胆固醇等药物。这些药物的常见副作用之一，就是会导致身体乏力、头脑迟钝。如果长期服用，疲劳感可能就会持续存在。所以，60岁以后，应该重新审视这些药物是否真的必要，不要盲目依赖，最好与值得信赖的医生沟通，结合自己身体实际情况
调整用药。接下来要介绍的第3件事是减少压力，击退癌症。说到老年人最担心的疾病，除了认知症，就是癌症了。毕竟，癌症是日本以及很多国家的首要死亡原因。但作者特别强调，虽然没人愿意得癌症，但其实85岁以上的人，大多数身体里或多或少都存在癌细胞。只是如果癌细胞体积小、生长缓慢，终其一生可能都不会发现，也不会有痛苦，平静离世。那么，既然无法完全杜绝癌症，最好的预防方式是什么呢？答案是减少压力。这是因为能杀死癌前细胞的自然杀伤细胞，在我们感受到压力时，活性会明显下降，癌细胞也就有了可乘之机。所以，作者建议大家写下自己的压力来源，清楚认识导致自己紧张焦虑的因素，然后一点点将它们剔除，逐步缓解压力。对大多数人来说，工作无疑是最大压力来源。退休后，这个压力点自然消失，反而是理想的减压时机。不过，作者也提到，现代很多人即便退休，也因收入不安或身份认同感问题而选择继续工作。其实，继续适当工作，对身心反而有好处。工作能预防认知症，延缓身体退化，同时通过为他人服务获得成就感和幸福感。但作者也提醒，如果是因为金钱压力而不得不工作，或是在职场内继续忍受不喜欢的人际关系，那就得好好衡量利弊了。如果经济压力不大，建议选择那些不必被复杂人际关系困扰的工作，或是为兴趣、成就感而工作。此外，退休后是重新整理人际关系、减少人际压力的最好时机。过去的职场关系，哪怕再不喜欢，也不得不强颜欢笑。而退休之后，可以把那些让人不舒服、不投缘的关系统统放下，专心和那些真正合拍、能够互相尊重、彼此珍惜的人交往。作者特别提到，不必因为害怕孤独而勉强自己维持不必要的人际关系，勉强维系的关系反而会带来巨大的精神压力。退休后的日子，不是要凑热闹，更不是去讨好谁，而是活成自己喜欢的样子，和真正让自己放松、快乐的人在一起。断舍离式的人际关系整理，不仅让人自在，也能有效减轻精神压力，有助于身心健康。感谢大家收看今天的节目。如果你喜欢我们分享的内容，记得点赞、订阅并开启小铃铛通知，第一时间获取我们的更新。在下次的节目中，我们将继续为大家分享更多有益的内容。再次感谢大家的支持，我们下期再见。